各位球迷，欢迎回到第8届联盟杯的慢速垒球锦标赛。在今天的桃园青埔的慢垒球场，接下来进行的比赛将是 B 组的第3场预赛，也就是由前面2场比赛都打完第1场预赛的鬼吼车业对上卫冕的冠军队银席精密啊。这场比赛仍然邀请到了都威文教关怀协会的理事长大家好，谭志宏啊。理事长呢，也是这次的球评啊，他本来就是这些选手的，他其实今天好朋友们对好朋友，他只是自己没有下去打了哈。是没错。对，刚刚介绍了一个他的他现在做的这个都威文教关怀协会啊，这是他的算是正式工作。但是在比赛部分的话，您去年有打吗？我们是有一个球队，是我们部落球队，是叫都威慢速垒球。都威慢速垒球，但是我们没有找任何的一个外队的朋友来支援，全部都是我们崇安部落的选手。崇安部落在哪里？在成功镇，台东县成功镇。对，那是海边哦。海边对，成功商水那个成功。对，没有错。对，我们球队里面有很多成功商水的球员啊，过去的球员。对，是，所以在那边，所以你们是靠海边的原住民，不是山上的原住民，这样子。我们是台实验靠海边的。对，所以我们这一次没有报，也是因为所有球员不是每一个都是周休2日嘛。啊，是。然后可能人员不足。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没有报，蛮可惜的啦。所以明年的话，我还会整合一下，然后希望说这种桃园市境内有意义的比赛，我们都来参加。好，那么今天这样第3场比赛，第一棒凌晨第一球就出手，打到游击方向，再传向一垒刺杀出局。今天排出来的名单呢是鬼吼，当然跟前面的1场比赛啊，其实在攻守名单上面有一点点稍微差距。当然他们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前面1场才刚刚跟原动力多元运动家族鏖战的整6局啊，结果就是有一点点卡，最后只得到第1局到1分之后呢，连续吃了5个鸭蛋，而且有4局又是被双杀，很可惜了，就很可惜啊，就2分之差输的比赛。之前有第2球，第1球也是出棒，由2垒方向出局，第2棒陈正业呢也是出局。在开赛的前面2棒，就是第3棒则是黄志祥。黄志祥他在前1场比赛是第7棒，这场比赛掉到了中心棒线的棒次第3棒。挥棒打击出于投手前滚地球，投手接到球之后，古俊杰接到球直接传向一垒。这3棒我都觉得太急了啦，太急于攻击了，没有选择好设定的球路做攻击，很可惜。好，所以在这场比赛呢，1局的上半很快啊，3上3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都威的是在会里面的球员。好，比赛现在联盟杯的鬼吼跟银席的比赛打到了1局的下半，第1球也是出棒，林中打出了一个右外野方向的平飞球，结果被接杀出局。好，第2棒胡念明今天在跟前面一个半局银席精密当然是卫冕的冠军队，但是今天第1场有点算意外2比4败给了原动力家族，所以现在是0比1，现在是1败那按照目前这一次的赛制的话，分组的3队里面拿2胜就确定晋级8强。那么拿第2名的球队呢，要来看他的最后这2场比赛的先比要跟其他各组，因为有5组，会有5组的第2名来争夺3张另外因为就是择优晋级的择优晋的门票。那明呢，这主要是先要比就是得分减失分就所谓的净胜分这样的比例来看。那因为在前面的在目前的比赛里面，第1场
好，结果4个坏球被保送，胡念明被保送上垒啊。银溪精密第一场是得2分，输4分，所以银溪精密目前是-2。然后呢，鬼吼上一场比赛1比3输给原动力，所以也是得1分，也是-2啊。这2队目前都是-2。那当然就要看这一场比赛里面，第一个是你一定要赢球，啊，输的球就2败就没有。赢球的话，你不但要赢，而且要大比分出，因为你要跟其他各组的第2名来竞争啊。那只有这个2-3分呢，可能很危险。这个球打了左外方向的非常飞球，结果郑元志啊，这个球打得够深远，但是还是对打得不错，但是还是被接杀。2人出局，跑者胡念明还是停留在1垒。所以目前在 B 组现在的情况啊，其实2支球队就是不但要赢，而且打线要充分的发挥。轮打接是第4棒的李凯文。在前面一场比赛的鬼吼车月的先发投手是陈克凡呐。这场比赛换成了配号34号的林承浩。林承浩在前一场比赛是替补上阵，这场比赛变成先发投手。本来的陈克凡呢就到大家很熟悉的捕手位置了。刚才下去的时候跟他开个玩笑，说会输那2分就是因为你没有蹲捕手，少了配球，所以丢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捕手也是要配球的。是没有啦，这是跟他开玩笑的。真的，我想说哇，这样投手，因为其实好球带其实不容易丢啊。没错的哦。好，回棒打击出去，哇，刚好穿越了投手。林承浩拍一下手套，他可能有那么一点点机会接，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这球在冲3垒吗？结果乘传之后上到了胡念明，过了2垒之后乘传上到了3垒的垒包。那李凯文还是停留在1垒，这是一个中间方向平飞安打。刚才这 play 应该外野手传进内野之后，投手应该是要到3垒后面去补位，但是很可惜没有去补位。对，因为多漏了一个垒包非常可惜。所以这个还是很基本的棒球观念呐。那这个你就期待不要有失误，但是有失误是什么解救？第5棒的赵尧峰，现在是1人出局，1、3垒有2人出局，1、3垒有跑者。1局下半，目前双方比数还是0比0。好球！好球！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是最难打了所以要球投到这个位置也不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这个就是差一点，是坏球。赵尧峰选到了2好3坏。挥棒打击出去，左野方向的飞球，要界外就出局了，界外就出局。好的，那么在1局的下半，虽然打出了1支安打，也攻占上了3垒，但是留下1、3垒的残垒之后呢，第1局的下半，第1局打完之后，双方是0比0平手。我们休息一下。鬼吼对上银溪精密的比赛，2局的上半，第1名打击上场是投手林承浩。那么银溪精密的这场比赛也更换了先发投手，在前一场担任先发游击手的古俊杰，这场变成投手，挥棒落空，3振出局。所以不要看球这么慢，也是会挥棒落空的。是的我记得我刚开始打慢垒的时候，也是都摸不到球，都是摸不到球，连皮都摸不到。虽然你棒球打了10几年，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摸得到。没错。那个角度落下来的角度跟 timing 就是不太一样。因为它下沉的速度很快只有一个，可能说就只有一个几个点，因为你挥棒是横的，球是几乎是垂直落下来的。那只有一个点一个击球点。然后打击的是第5棒的石孝荣，目前是2个好球，1个坏球，坏球。
说过，今天这场比赛对银禧精明来讲，卫冕队啊，就第一场预赛就输球，现在还面临到可能被淘汰的危机。现在当然是要努力的防守，然后尽量如果想要卫冕的话要快一点啊。好，不过现在石孝荣等到了保送上垒，是今天鬼吼第一位上垒的选手。在赛前我问过银禧精密因为我有看到杨耀勋跟黄纯宇、孙陶龙的名字嘛，对，他们说如果有晋级的话，明天就会看到他。哎呦我的天哪，那这样子不是整个哇战力大升级？对，一定还有曾玉杰，就是曾松伟啊，现在叫潘松伟了哈他的弟弟嘛，就是哇，中间平就接到球之后，幸好没有多跑，都打得不错了，打得非常好哈。林崇尧这个球打的是二垒方向平飞球，可惜正往向二垒手林焕宇这个方向去啊，接球之后还想要杀一垒啊，幸好一垒的石孝荣也没有乱跑。接下来打击第7棒的封志凡，封志凡在今天前面的比赛里面呢，也没有有一支安打，2次打击1支安打。第一场比赛他是守游击，这场比赛守一垒，挥棒打击出去，漂亮，左外野方向平飞安打。好，平飞安打之后呢，石孝荣过了2垒之后停下来。今天是封志凡的个人的第2支安打。我想今天的比赛啊，因为各组都是打2场的预赛，所以今天这2个小时辛苦一点啦，尤其是像鬼吼之类的，连2场，连2场是正中午啊，连续2个小时哦，体力流失会非常大了，晒都晒昏了。我们坐在这边就觉得很昏。我坐在这边，我已经喝了2瓶了，2瓶矿泉不是喝啤酒，是2瓶矿泉水，就是要一直补充水分啊。结果这个半家又打了一个张金荣打了一个界外飞球被接杀啊，直接出局之后呢，2局上半呢留下了1、2垒的残垒，没有办法得分，还是0-0。鬼吼跟银禧的比赛，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的，回到联盟杯，鬼吼对银禧的比赛，比赛打到了2局下半，目前双方比数还是0-0。2局下半，银禧精明的进攻，第1名上打击的是第6棒的古俊杰，结果好球，哇，一下就抢到好球数。投手还是鬼吼的林承浩，就是赛投，坏球。这如果进入好球带的话，打者一定会攻击的，因为这个是非常好设定的球路。是。挥棒打出去，结果发爆。所以第1次的界外球就是发爆，对，再打一个界外球3胜就出局了。只要算界外就3胜。对，就你有但是2好球最后也就1好球跟2好球其实是没有差别，1好球之后界外球也是算1次，对，2好球界外球也是算1次。但界外球它不是算。他就直接判定是3胜，就直接3胜。对，好，现在是2个好球，2个坏球，最后再挥棒打击出去，一垒方向滚地球，一垒手接到之后抛给来补位的投手，这次林承浩的及时到位置去。这个该跟上一场陈克凡来比的话，林承浩投手有没有？他只要右半边的球，他投手就顺势往一垒跑，这是正确的。是。他毕竟陈克凡是捕手出身嘛，所以补位的速度比较慢一点。他那个本能差一点，他一定也知道了哈，这个真是打了这么久棒球，但是就第一时间反应差一点。是没错。好，轮到打击的是曾伟恩打一个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上垒啊，就是这场比赛，银禧精明打出了第2支安打，一出局之后中式展开。好，在下一棒轮到打击的呢是第8棒的蔡俊凯哈，像在慢垒，另外当然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打法，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再安排一个EP 啊。
就是只打击不守备的，除了10位选手之外，但是这场比赛两边都只排了10位选手，没有排出1P。对，对。蔡俊凯在前一场比赛是担任右外野手，这场比赛转到防守任务更重的游击手，有再投。感觉起来林承浩的这个投球，因为这是公开组的比赛，是规定这个球往上抛是没有高度限制，那理论上是抛得越高越好，是越难打。但是林承浩的球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高哈。我觉得他现在目前以我对他了解了，应该还在做调整的，因为他如果拉高的话可能会不准，可能投不到。这个是另外一层的考量就对了。他先把自己的节奏抓起来之后，投顺了，他再顺势把球带高。现在才打到第2局啊。那么在第1局，他其实是投出保送，然后被打安打被对方攻占上得分圈，但是幸好是没有失分。现在轮到打击的是第9棒的林焕宇，现在是一出局一二垒有跑者。焕宇也是要小心他以前是台中运动家的球员这个慢垒有出生球吗？没有再怎么打都没关系，都没关系，就直接打到都没有关系。是没错，就算坏球一个，是坏球，坏球就好。好，有的时候球员就是就比较耍宝一点，跟林志胜一样，就是会带一个护肘。这个也要带护肘吗？故意的啦，带了又怎么样呢？是没怎么样。这个球应该掉下来，应该哇！以我们拳手，因为我在比赛有遇过球员这样子开玩笑了，然后大家就是笑笑这样子。我看大家都开心，汗照就厚皮酥肉厚，这个球打下去应该是没什么感觉哈。好，2个好球，坏球再投 ball， 还是一个保送，糟糕！现在这个半局连续2个保送之后呢，凯伦已经满垒喽，一出局满垒了。好，这个时候叫暂停。要换投手吗？真的换投手了哇！直接投手交代，直接让捕手上来。我觉得陈浩今天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因为这1、2局他一直在调整嘛，调整不过来，因为他平常的球其实也没那么低。OK， 他如果状况好的话，球是可以拉得很高的，很可惜哈。设定他第2场就是要对英喜精密但是他没有达成任务了。那可以再换回来嘛？是可以再换回来。对，所以本来是先让陈克凡来处理一下危机目前是一出局满垒的情况。然后打击的是第10棒的林凯伦，也是可以练投啦，投个大概3个球而已哦。二垒审过来的比大概只有3个球的练投机会。比数现在是0-0。前面投了6局的陈克凡是投出挥棒打击出去左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但是左外野手已经就定位由中左外野手传球回来，来不及杀，而且从3垒的跑者，这是一支高飞牺牲打，林凯伦打出了高飞牺牲打，在3垒的曾伟恩跑回来，得到了第1分。一人出局之后的基本功还是做得非常好。对，然后蔡俊凯上了3垒。林焕宇也上到2垒，每一个人都加了一个垒包。那这球非常深远了。是，那虽然是2出局不过是有代价，就是代价后方打出去3垒方向滚地球传向1垒 out。好的，3人出局结束了2局下半，迎击镜面进攻，靠着1支安打跟2次保送攻下了1分，目前1-0领先了鬼吼车业。我们休息一下。他这个背号本来就应该是82号，没有换人，他就是背号，他不是穿38号，他应该是穿82号。好，这球开始林兆正这个打击出去之后，中卫方向球没有接到，落地。如果速度快的话，可以直接还可以回来，有机会吗？他一直跑，
哇，场内全垒打，他脚的程是非常快啊，非常快。刚刚看到林兆哲，刚刚还在看他的，因为他之前赛前登录是登录38号，就有点错愕。但这一球，今天赛会应该是第一支啊，至少是 A 场地第一支场内全垒打。我们再看一次，左打哈，打得很深远。那其实啊，中外野手也有一点点机会可以直接接到，但他如果没接到的话，哇，后面就追不完了。这球林中的选择啊，那他当然也可以选择直接追啦。直接追的话，大概是至少也是3垒安打，因为也是 over 了，是没错啦。拼那一个接球的石洞跟中外野手，如果这个 play 的话，他们就是接球者有没有？他往前扑，但是中间手其实可以再去做补位的动作，这样子会比较好，也比较快处理了。是，但很可惜，就是两个一起追，但是中间手没有扑，反而是石洞扑这就是让他漏了4个垒包，非常可惜。现在很快啊，上一个半局呢，鬼吼才丢下1分，现在马上就追平了，目前是1-1的平手。那打击的是第10棒的陈克盘。左外野方向的飞球，有没有机会 ？over 啦 ，over 之后到哪里去呢？起码2个垒包，还可以接球，陈克凡就慢慢跑，要拼3垒吗？没有，停在2垒。哇，这个半局。古俊杰投的辛苦啊，一开始就被打了一个场内全垒打。当然，这个手背上面也有一点关系的选择有点关系，但是毕竟是被打得很深远，而且很扎实啊。那再下一棒陈克凡也是一样打到全垒打墙边，2棒打下去，现在又是无人出局上2垒的，轮到打击的是第2轮的第1棒陈李承恩，而且都是后段棒次我觉得真的这个慢垒啊，真的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你说陈克凡是弱棒嘛，以他的条件在慢垒界，我相信每一棒都可以轰啊！好，那现在陈李承恩2个好球1个坏球，好球，结果被只有第2个好球而已。2垒上还有跑者，挥棒打出去，中间方向平飞球落地，哎呀，地球车没有接好，漏了一下之后再回传，不过跑者陈克凡也停在3垒，反而是打者一路趁着这个机会上到2垒包，哇！陈李承恩非常积极的跑垒啊。这边其实本来看起来回传之后呢，陈克凡就停在3垒哈，他没有可能有一点机会，但是因为是一个弹跳接到，只是中外野手可能跑垒指导员没有特别盯到最后，没有特别压。那曾伟恩其实就是没有让他往前走，那陈李承恩就趁着这个机会乘船上到了2垒。可惜，好，这个就打了一个滚地球。这如果往右外野带这一分还是会回来的。陈正业打出了一个游击滚地球，这个半局第1个出局数，那跑者都还停留在2、3垒都没有再往前挺进。轮到打击的是黄志祥，这个半局打出了3支安打，但是目前只得到1分，1-1。挥棒打进去平飞球，哇，穿过了投手，也穿过2垒手，那就没有问题了。中外野手又漏了一下，2垒的跑者也跑回来。如果2垒这一分没有回来的话，会有一个争议就是该打穿越中间方向的时候，然后2垒跑者往3垒推进的时候，游击手去挡到他跑的路线如果是没有得分的话，鬼火车也一定会抗议，这个是有妨碍跑者的嫌疑是。但是这一分就是其实最后都跑回来，因为他又漏了一下接下来这棒再添得2分，那现在3-1拉开差距了。轮到打击第4棒的，刚才应该是林承浩吗？现在是不是要换代打？最后还是派他上来打。刚才他球员们跟他开个玩笑说孩子出生了，真的慢点出来。球员之间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要互亏大家开心就好了。对，打球真的是开心就好。我们不只是出来运动，然后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大家有机会聚一聚啦，对，没错，聊聊天这样子平常大家工作都繁忙，都不一样，不像人家一样，只有挥棒出去，右外方平飞球落地，哇，安打，而且还一路他要场外去，黄志祥冲过2垒往3垒，而且有机会回来这个球喊了，因为接不到了很可惜他没有弹回来。如果弹回来的话，3个垒包没问题。对，那现在主审已经比场地规则问题，场地的如果的 double 这个2垒安打就只能2个垒包，所以黄志祥必须回到3垒。
哦，林正浩这一棒虽然是慢，但是打得有价值。啊，好，那他就是上这个现在要由裁判来认定，说是不是有到那个什么场外去。对，就是。所以 to base 啊，裁判确定是，因为这个球应该是场外，黄志祥必须回去，在右外野的这个草长得比较高一点界外区长得比较高，所以进去了之后就还要找球，那就是不行。不过林正浩还是上到了2垒，这个没有问题。然后等于现在还暂时黄志祥再回去3垒嘛？对，黄志祥回3垒，那林正浩现在上2垒，一出局现在又是2垒的跑者石孝荣，刚刚那一棒打得也很扎实我们从应该左打从我们这个转播室的在3垒侧这边看起来，那个球的弧线很漂亮，对，非常漂亮。好，轮到打击的是石孝荣。石孝荣虽然以前在兄弟是投手了，但是他打击 power 后也是不能忽视他以前应该不叫，他是不是有？他以前就叫石孝荣，他就叫石孝荣嘛。对。我记得是11年、12年的选秀的时候选进去兄弟的。是。然后那时候黄志祥从红岸回来之后，小联盟回来之后刚刚有同队过了，有遇到过。好，那现在当然这个台湾的棒球的种子一波接一波今年又是一波10个人区，又是少见的长高潮。这球挥棒打击出去，中左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左外野手就定位，但又往前跑，哇！用低手来接这个球，接到球再传回传，来不及了。奥夺吗？奥夺，对。那个左外野的背力非常好，对，非常好。我们以为都已经进，我以为来不及了，我以为来不及了，没想到哇，所以就这样进来了。我们看到这样的驻杀，那么接球果然是球底的，对，我们就在双杀手背，我们再看一次，太漂亮了，不用 touch 嘛，对不对？这个不用 touch，对，那也是不用 touch，只要是球比人快就可以。好的，那么3局上半呢，鬼吼是攻下了2分，目前3-1领先，我们休息一下。非常的好刚才说过，这场比赛目前打到了3局下半，在3局上半，其实鬼吼车业呢，一共是敲出了5支的安打，5支安打，而且包括了3支的长打，但是呢，结果只得到3分回来在3局的下半，银溪精密第一名上来打击的胡念明，就是刚才打出非常精彩的外野驻杀，但这个球打到界外，2出局的界外之后就出局。胡念明这次在3局上第一个出局数被3振，轮到打击的是郑元志。不过在刚才在前面那个半局其实真的胡念明的手背非常精彩，因为还蛮深远的，对，一个没有弹跳，直接长传回捕手手套，打击出去，郑元志又是一支安打，没接到，哇，有机会跑2垒，外野也有点不规则弹跳，而且进了草丛，没有进草丛吗？哇，结果这个球又。太可惜，太可惜！哇，我今天第一次这个嘴巴跟不上眼睛，因为其实过了2垒之后，感觉起来他们的手背有一点点瑕疵第一时间看，上一手弹跳没有算好，对，没有算好。那其实郑元志应该想要来拼3垒看看，结果他一开始觉得来不及，结果在2垒之间跌倒，差一点点来不及回2垒。其实我们外野手不要用那种就是正规职棒场地的那个方式来接球因为毕竟外野还是会有一些坑坑洞洞是，所以我们现在以接到球为主，而不是顺势要去接球的方式来接球。不然这样子的话很容易产生失误。这是打垒球的应该都知道，所以可能那个球员比较年轻一点。
毕竟不是职棒场地啊，你不能做太帅的动作。我们通常说选手对接球的时候，重心要放低，然后要准备动作要连贯。但这个球没有接到，就是一定会漏1个垒包或2个垒包。对，但是在我们这个桃园的这种慢垒场地，就是因为我们老实说，场地的维护的状况没有职棒比赛那么平整，所以大家都要再少一点啊，少一点。好，挥棒出去左野方向的高飞球就被接杀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3局下半，银旗金面的进攻。虽然有打出一支2垒安打，但是留下残垒没有得分。刚刚赵尧峰再打出一支飞球被接杀，好，留下了2垒的残垒。目前还是3-1啊，鬼吼领先。我们休息一下。银旗跟鬼吼的比赛进行到了4局的上半，由鬼吼的第4轮应该打的数据是林崇尧这个球飞球结果被接杀，1出局。今天上台2次了，都是直接飞球被接杀。接下来打击是第7棒的方志凡，前一轮打出了安打，那目前呢鬼吼是3-1的领先。好，太短了。我个人觉得3分还是不够啦，还是要多4-1，哦4-1，4-1，3分还是不够的，因为还是要多积极的进攻，然后得分。但银石精密的实力也不容忽视嘛。是，对，我想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啊，就是不得分则已，一得分一个大局打下来，其实还蛮容易的。这球左外野落地，冯志凡挥出了安打。好，安打之后轮到打击的是第8棒的张金龙，前一轮是被3振，一个好球，2个坏球。今天比赛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各个族啊，其实在台湾的棒球选手大部分呢，我后来看85%都是阿美族，都是阿美族。当然，阿美族本来人数也是最多，原住民人数也是最多。我们原住民人数最多的族群，大概快占70%吧，7、8成。是没错的。好，这时候结果张金龙又被3振， 2出局。那还有偶尔会有一些泰雅族啊，或者是台湾布农也会有。其实也是很多不同族群的，还是很实力很坚强的那个。对，不同族群的球员。好，那现在打击的是林兆正。林兆正这个球左外野的飞球，但是左外球就定位，胡念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3人出局，很快的结束了。在前个半局打出了场内全垒打的林兆正，这是结果被接杀，3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鬼吼进攻还是4-1领先了银旗精密。回到联盟杯 B 组的预赛，鬼吼车业对上银旗精密啊，目前打完了4局的上半，先攻的鬼吼是取得了4-1的领先。那么是下半局银旗的反攻，银旗的投手鬼吼的投手还是第2任投手陈克凡。轮到打击的则是古俊杰，第一个球是好球。陈克凡是在2局的下半接替投球啊，那算是
阻挡住了银旗的攻势啊，最后就只丢这1分啊。后面算是捕手出身哈，对，可是今天投手的状况非常好，对，今天救了一波啊。那接下来现在是投了3局，刚刚也虽然被打2垒打，但是没有丢分。现在是第4局，挥棒打出去左外野方向的飞球，看有没有机会接到呢？啊，差一点点，古俊杰上到了1垒包。好像也没有打到球心啊，稍微偏高，但是落点很巧妙。这边的鬼吼是排出了2位的外野手，陈正业跟陈李承恩。轮到打击的是第7棒的曾伟恩，这棒只要挥棒出去，中右外野方向被接杀，哇，刚好在界外区被接杀，一出局。一出局，那当然现在银旗是落后的一边呐。我们一直说这场比赛是要跟时间以及分数赛跑，现在只得到1分。银旗下一棒是投手游击手蔡俊凯，第一次上来打击的时候是被投手保送上垒的。一出局，一垒有人。投手还是要注意的哈，减少保送啊。挥棒打击出去，3游方向强劲穿去的安打，在1垒的古俊杰上到了2垒的垒包，单局的第2支的安打。当然，一方面，陈克凡在前一场比赛就对上多元动力的比赛，他倒是投了3个保送，但这场比赛他中间上来中继之后还没有保送过任何的打者。OK， 轮到打击是第9棒的林焕宇，挥棒打击出去，又是3垒游击方向，游击球接传2垒，刺杀出局，记错出局数了，很可惜啊。这可以抓双杀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抓双杀，对啊，但是才一出局哦。一下我就看到所有的选手都往鬼吼的球员都往，所以张金龙这个失误非常的可惜了哈。对，刚刚张金龙这个球其实传向2垒是没有问题哈，而且现在2垒还有跑者还上了，应该是上了3垒。但是目前才是1、3垒有人。对。如果这个安打失分这个是个关键啊。等下打击的是林凯伦，那就看这个棒会不会这个失误会不会造成损失了。现在还是两人出局了，还是找知道一个出局数。那跑者是在3垒跟1垒。刚刚第一时间有点傻眼，就是其实我们的选择都是先传嘛。我记错数据，我一搞不清1出局2出局，我先传。对。传了之后，如果2出局，那无所谓啊，无所谓，多杀一个人没有关系啊。这个挥棒打了一个，结果变成一个发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教，就是能传，就是变成一个本能的反应。就算是3垒边线的界外球，我接到我还是习惯往里传。那界内界外看裁判去判嘛，我就先传再说，不要自己当裁判。对，就不要到这样裁判。刚刚1出局也是啊，是1出2出局也没关系啊，就多传一个人啊，失误都没有关系啊。就打出左外野方的飞球，结果被击杀出局。好了，那这次虽然是在记错出局数，但是没有造成球队伤害啊，因为最后林凯伦打出了左外野飞球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4局下半，银旗精密的进攻没有得分，还是1比4的落后。到联盟杯的慢速垒球锦标赛，那么在目前比赛在打完前面4局呢，先攻的鬼吼是以4比1领先了银旗精密，而比赛的时间也要继续持续在走。
因为这场比赛我一直说哦，登曼速垒球是要跟时间以及分数赛跑的，因为这场比赛应该是在中午的1点半开打，目前已经是2点16分了，所以后面可能只能最多打1或者2局了。轮到打击的是鬼吼的第10棒陈克凡，第一场打击游击方向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4杀出局。到目前为止，鬼吼的半局啊，就是在3局这一轮猛攻，从林兆正的场内全垒打开始起啊，连续的攻势攻下了4分这个大局。那银喜精密的这比较可惜一点啊，就是留下了2个得分圈残垒。这个球哇，尤其双方向的滚地球劈腿之后再传向1垒，可惜没有传到，没有传到位啊！这接得非常漂亮，非常有水准。蔡俊凯这球好球哦，高级的 nice play， 再看一次。其实是要横向移位啊，而且跪在地上传啊，一个弹跳，其实是意识到了啦，意识到了。好，应该还是要记一个内野的安打上垒，陈李承恩一出局之后上垒，接下来打击的陈正业啊，这一棒打得够远，平飞安打，站上了2垒，让前面的陈李站上2垒垒包，自己上了1垒。5局上半没有人出局啊，1人出局啊，已经攻占了1、2垒垒包。轮到打击的是第3棒的黄志祥，黄志祥前一轮也是安打。1、2人情况之下哈，这一棒还是要掌握啦，因为3分的差距不大。对，我们说过他们对银喜精密来讲不大，对他们不是对手，不只是鬼吼，而且不只是银喜啊，就是被3振哇。而且最后是没有挥棒的被3振，那落球点就落在最边边的位置，就是黑色板块最后面的位置，那是最难掌握的地方。所以是投得好。好，2人出局，脸上还是1垒有跑者，轮到打击的是第4棒的林承浩，今天的第3次打击。前面一轮也打出过一支2垒的安打，挥棒打击出去强劲的左外野飞球，结果还是在没有逃出到胡彦明的手套。3人出局结束了5局上半，鬼吼的进攻留下了1、2垒的残垒，目前还是以4-1领先银行机密。回到联盟杯的 B 组预赛最后一场鬼吼对银旗机密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呢从下午的1点半开打到现在已经打到2点20分啊，就看主审裁判要什么时候来裁定时间结束啊。那么目前比数呢，后攻的银旗机密是1-4落后，现在是5局下半，第一名上来打击的是第4轮的第1棒啊林中，而鬼吼的投手还是陈克凡。投手还是要稳住哈，千万不要有保送的情况发生了，尽量不要了，尽量不要哈，因为确实也只有3分的差距而已，不够，真的是不够。因为我曾经看过大比分的比赛，有12分、13分还逆转回来的啊，真的吗？你说单局就可以单局打回来，单局打12分吗？就是落后最后半局然后打回来，这个情况也是看过，但在慢垒界是好，只有挥棒窜出去就是安打。林中被保送，胡念明安打结束，没有人出局，攻占1、2垒。哇，在5局的下半进攻，我们刚刚说过这个半局啊，进攻的时间已经不多，要把握每一个
进攻的机会。可能在守备的时候，我宁愿球就是投手被打安打，我也不要看到他去投保送。那对球员就守备员的心理的那个什么情况会变化很大了。有没有打击的胡念明？有机会啊，没有掌握好哦。这没有接到之后，就漏2个垒包。结果林中上到了3垒。OK， 好，那这个直接就上到了3垒垒包了。那现在是第3垒有跑者，那追平分上的打击哦，就是有点危险了。还是先以抓出局数为主了。已经1人出局了，第3垒有跑者。滚到打击的是郑元志，挥棒打击中外野飞球又落地，那么3垒的林中就回到本垒攻下了第2分，4-2。然后原来的1垒的胡念明到2垒，连续的2支安打，反攻的号角继续吹，还1人出局。滚到打击的是第4棒。李凯文，其实战况现在有点紧张啊。对，是没错。对，一出局，我们看了都紧张，就真的可能一棒就打回来了，就会逆转。而且现在是下半局的关系啊，这场挥棒打击出去，哇！结果1垒，太慢了。陈克凡看了2垒，再看1垒，哇！这球李凯文打得很扎实啊，可惜没有穿过去了。对，投手接得好。现在是，那还是一样哈，还是一个1、2垒有跑者2人出局，打击的是赵耀峰。好，保送上垒，赵奇峰保送上来之后，把1垒跑者2垒1人出局满垒。好，一出局，现在是一出局满垒，关键时刻哦。刚李凯文才一出局，赵奇峰又被保送。那么原来在2垒的胡念明上3垒，1垒的郑元志上2垒，轮到打击的是第6棒的古俊杰。这一棒穿过去哦，就会追平了。那一出局就满垒喽。好，现在是1号球2坏球。古俊杰挥棒打进去，哇！中右方向平飞安打落地。那么3垒的胡念明跑回来，在2垒的郑元志停在3垒。先追1分回来，差1分哦。好，现在追成了3-3平手了，还是一出局。已经4-3。对，好，只有滑了接杀出局，漂亮，接杀出局，这真的非常漂亮哦。如果都没有接到的话，就一定是1分以上的4分。好，曾伟恩刚刚出局了，再看一下这个 play 非常漂亮。这真的是 Pro 等级的动作。还有3垒跑者没有跑远跑远的话就一定双杀。2 out， 现在是2人出局啊，4-3他非常的紧张。对，2人出局还是满垒。那技术上问题了，我的那个荧幕显示的是比数是错误的是，现在4-3。好球，打击的是蔡俊凯在1垒上的是古俊杰，那么在2垒上的是赵尧峰，在3垒上的则是郑元志。稳住就好。打出去，滚地球传向2垒，好的，这一棒蔡俊凯打出了一个游击滚地球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
5局下半的反攻，以及吉米在这个半局攻下了3分啊，目前是4-3。还有时间呢，还不到1分钟啊，又开局了，还不到1分钟，所以还可以去打。现在是3-3还是4-3？没有，现在4-3呢。比赛呢打完了前面的5局，现在要打最后的，因为时间还够啊，所以要打第6局。那第6局既然要打上半局的话，就要打下半局了。好，那现在比数大会最后的更正是3-3平手。好，那我们就以3-3继续往下打。只有第一球挥棒，荣耀打击的是鬼吼的第5棒石孝荣。好，没错，这个打手还是古俊杰，挥棒3游方向的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根本没跑。在6局上面第一个打的石孝荣是1出局。荣耀打击的是第6棒的林崇尧，前面今天还2次打击都还没有安打。挥棒拉出去一个中右外野方向平飞球，落地变成安打。好，那现在既然是3-3平手啊，其实每一个上垒者都非常的重要。结果还拼2垒 ，safe。哇，这个球居然可以拼2垒，这非常大胆哦。对啊。这是打到中外野的平飞球，所以其实这个球离跑垒者很近。你看他们在第一时间接球之后，漏了一下，又漏了一下，就趁着漏这一下，其实就算漏的也不远了，而且距离2垒也不远，哇，居然敢乘船上2垒。只要是那个跑者有移动的话啦，有移动的话就可以趁着那个漏接的时候跑到2垒去。好，那么这一个球就上到得分圈，现在打击的是封志凡。封志凡今天前面2次打击都打出了安打。1出局，2垒有跑者，目前3-3平手的情况非常紧张啊！挥棒打出去，中右外野方向，结果被接杀。接杀之后呢，跑者乘船要上3垒，没有问题。封志凡这一球其实打得够扎实，不过也就是因为正对正对防守球员啊，所以没有机会。2人出局，但是跑者上了3垒。那如果平手怎么办？平手如果是时间到了又平手，他们这边是没有做突破这样子，就是突破。对，因为我赛前我没有看到突破，他们是没有特别写突破这样子，就直接和局的啦。那和局要怎么算净胜分跟？这个又很复杂，很复杂对。那和局的话，还是可以算净胜分的净得分，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只是他们两队要。谁是第2名呢？
对啊，两队都第二，如果是和局两队都第二名。对，那这样那就会有进得失分的话，他们两队就比较困难了啦。对啊。如果是并列第二，然后因为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也是3-3平手，他们的进得失分，就是也是都一样，都是-2嘛。我们看赛前就是-2，这场如果平手还是-2。好，那我们等一下赛会再来，等大会我们再跟大会确认一下哈。好，打击的则是张金龙，张球之后挥棒打击出去，安打，那么结果林崇尧就跑回了本垒，第4分入袋。这球打得不是很扎实，但是落点也很好哈。刚刚有询问一下大会，就是平手的话是没有突破将局制的制度了，是，对，就直接和局收场，就和局。好，这球挥棒打击出去，领先1分哈。好，刺杀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在6局上半进攻，但是鬼吼攻下了1分，4-3领先。联盟杯的鬼吼跟行棋的比赛，目前打到了关键的6局下半。鬼吼做了守备的更动啊，这一次更动了好几位选手。现在我们还在做最后的确认。88号石孝荣还是回到1垒的垒包啊。他从本来是守2垒变成守1垒。好，那现在打击的先看银溪机密啊，他这边还是从第6局最后的半局反攻，我们因为在上半局丢了1分3-4，那么在下半局一开始打击的是林焕宇哦，投手还是陈克凡。我个人认为是说那个鬼吼最后一个半守备有没有，应该把候补的球员有没有，像林书成啊、庄凯华、陈礼安那些年轻球员都派上去去守外野，因为他们脚程有啦，然后接球能力会比较好一点。你们是这样。这是我个人认为，志宏这样看啊，就是说不是说到下半局要派有经验的老将上来打嘛，不是，要反而派有脚程、守备能力比较好的选手哈。是的。现在因为已经基本上没有打击的需求了，没有，就是只有下半第6局一定是最后一局，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50分钟。那么现在2好球3个坏球，因为也真的只有1分的差距哦。林焕宇今年前面还没有打出安打，挥棒打出去，打这游击方向滚球漏掉了，哇！林焕宇还抬了一个高叉步轻松上1垒。这个球应该是游击手的失误啊，确实是失误了因为弹跳没有算好了，应该是有足够时间做处理，再看一次。这也还没有赢到正面哇！开路先锋，马上打出安打，轮到打击的是第10棒的林凯伦，不过现在要换代打了，没有人出局，站上1垒。这个半局还蛮关键的，因为一起机密是没有替补球员的了哈，看上去是没有替补球员的。没有替补球员的话，66号，现在是轮到66号第10棒。对。
英系精密的第10棒这边，哦，就还是林凯伦啊，还没有换。对，他没有换。刚刚走下去之后，我想，要换人吗？没有换。好，那没有换的话，啊，因为主审还没有指示打者可以进场啊，进来了，现在比赛开始。挥棒打击出去，游击方向强劲的平飞球穿出去，安打上垒，林凯伦啊，果然是不用换。没有人出局，攻占1、2垒，而且轮回了第1棒的打击，第1棒的林中，所以现在还是领先1分，但是危机慢慢在扩大。林中今天在前面的3次打击呢，也都没有安打。现在就是1分差了啊，1、2垒有人，没有人出局啊，这非常关键的。对，今天不过在今天的前面一场对原动力比赛有敲出1支安打表现。4比3的比赛，没有人出局，攻占1、2垒。挥棒打击出去，右外野方向的平飞球扑接，哇塞！有水准啊，非常有水准。鬼吼的林兆正啊 ，nice play。这如果落下去的话，起码2个垒包以上。不过这球真的是高级守备，真的没有话说，没有话说，非常漂亮。哎呀，我还是要说高手在民间的。我们这样子一般呢，我们看到一般的这个棒球选手做出这样的扑接啊，其实最后一刻的都不容易。一出局啊，这球是接外球，太早哈。好，林中现在一出局了，人家打击的是胡彦明。胡彦明今天前一次打击是安打。挥棒打击出去，左野方向，接到哇，又接到一球，他们知道传2垒，out double play。但没想到会跳起来接到，所以那个跑者先跑出来了。对，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谁会觉得这个球接得到？还会先回垒包，再踩垒，再走啊？没有啊，没有。那么这场比赛最后面就在鬼吼精密的2次外野非常精彩的 nice play 的情况底下呢，结束比赛。虽然是留下了1、2垒的残垒。最后比数是4比3，鬼吼1分险胜银溪精密。非常精彩的比赛哈，看得都心惊胆跳的，真是看得血脉喷张，眼看球就要落地，打得很扎实。不过大家都是拼手背啊，这是外野2个 nice play 决定这场比赛胜负。最后4比3，1分险胜。那么鬼吼拿下了分组的第1场胜利，同时也取得了分组第2名的资格，晋级了。还不一定会晋级了，但至少是分组第2名。那银溪精密就是2败啊，确定被淘汰啊，在卫冕之路啊就走到预赛就结束了，有点可惜啊。他去年的卫冕军，对。然后如果今天有晋级的话，明天还会看到一些，所以我们看不到杨耀勋，然后看不到，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跟曾陶荣啊，因为第一天没有晋级啊，是也非常意外了。我没有想到说银溪精密会遭到淘汰，对啊，是我没有预算到的。我想比赛就是这样子啊，没有打之前都不知道结果啊。虽然成绩打完之后呢，现在也就是 B 组也确定了晋级的名单以及第2名的第2名的比赛。那么也感谢各位观众啊，跟我们一起收看这一场精彩的鬼吼跟银溪精密比赛，也感谢陈志宏的解说，谢谢专业主播，谢谢下一场比赛，我们下一场再见，拜拜。